这里是 Anime Source， 一个关于影视、游戏、动画的频道。在这个充满游戏跟电影的年代，关于动画的工作职业都在这两个娱乐领域占有非常高的需求。在制作卡通动画、真人电影、游戏动画之类的，几乎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这一类的职位。但是在制作影视跟游戏动画上会有一些不同的途径。这一集就说一说游戏跟影视动画在制作上有什么不同点。游戏跟影视从基础的动画知识上来说是蛮一样的，就是运用最基本的动画12项法则里的概念，但是两个会有各自其他所需的知识经验。先从影视动画说起，所有画面都会有故事镜头来呈现剧情要表达的气氛，也就是分镜。分镜师不是动画师，两个需要的知识也不太一样。简单来说，分镜是针对剧情设计所需的构图，这些连接起来的构图要对剧情内容交代要表达的事情。动画师是把人物、物体移动起来，而在影视动画最常出现的就是人物情绪的表达，这跟演技有关，所以需要能够很好的运用脸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来传达人物的情感。当然会有打斗的动画，或者是很有设计感的视觉，这些全部都要有很好的镜头编排能力来制作的影视动画。然后动画在3维软件制作完后，就会进入特效、灯光以及渲染的步骤，再把制作好的各个图层在合成阶段用专用的软件合成起来。游戏动画通常是制作在游戏里面会出现的动作，像是人物走动、躲避、跳跃、换武器、攻击招式、射击等等所有在玩家能够操作时候会出现的动作。这些动画就没有特定的镜头来呈现，所以游戏动画要考量到任何角度都要好看，因为动作会在任何视角出现，所以在制作上用不同视角来确保动作不会有奇怪的感觉出现。但是有些游戏还是会有特定的镜头，像是2维画面的对战游戏，虽然是3维模型制作，但是最后呈现在画面上还是2维的视觉，所以这类游戏都会尽可能的在单一的视角做出最好看的姿势。街霸5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还有一些策略游戏，像是 Dota、League of Legends 的动画就会非常注意动画从空中往下看的视角来修改动作上的美感。然后这些游戏动作要连接到别的动作，像砍杀游戏来说，要有前后左右的移动、跳跃、挥砍、连击、躲避、冲前的动作来做不同的连接。这些连接都要顺畅的回到人物的指定姿势，而这些动作都要有一致的感觉，像前后左右的移动都要有一致的帧数来完成。然后制作好一系列的动作就会放到游戏引擎内，然后程序员会编码连接这些动作到游戏里，模型跟特效也都会放到游戏引擎内。有些游戏会有过场动画出现，就是游戏来到了某个程度就有交代故事的动画出现。这些过场动画就跟影视动画所需的美术知识就没有什么差别了，都会有叙事分镜，表达人物情绪，交代剧情的时候。但制作技术上会有点差别，在早期的游戏我们会看到一些画面感比较差的过场动画出现，因为游戏引擎还没有那么发达，所有制作的东西像是贴图、特效都必须控制在引擎能够接受的范围内，而3维模型就是其中一个要在有预算的 Polygon 下完成，所以模型的质感就没有那么好。所以在早期的过场动画，有些公司要制作出高品质的画面，就会用制作影视动画的方法完成后再把视频放到引擎内。但是现在游戏引擎越来越发达，容量大，可以承受的 Polygon 也提高，即时演算的画面也越来越好，所以现在的游戏动画都不太需要用影视的方法来制作，都可以达到很高质量的画面。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，在制作影视跟游戏动画会有帧数的差别。电影通常会用1秒24帧来制作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24帧比较贴近人的眼睛看到的频率，但是游戏会用更高的帧数来完成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游戏要配合玩家操控的体验，还有很多动作都可能会用很少的时间来完成。如果帧数太少，会减少对游戏体验的感觉，因为会看不清楚动作。但是电影如果提高帧数就会变得很奇怪，因为画面太顺畅了，在现实世界看东西的时候并不会看到那么顺畅的画面。这集就到这里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集见。